Hello， 大家好，欢迎来到大叔中文。好，欢迎大家收听、收看大叔中文。三位大叔终于又聚在一块了。哎呀，我们好久，因为什么好久？成天是好久啊，出去旅游了啊变叔出去旅游2个礼拜啊，咋没晒黑呢一日不见，如隔三秋啊！对啊，3年没看的感觉啊。好，那所以我们今天的主题就是我们分别聊一下自己最近的近况吧。我们人生有没有一点小改变？好，那我们就先从这个刚从国外回来收获满满的Ben叔先来分享一下。你看到红光满面，可能艳遇。你怎么知道？哦，果然如此。而且艳遇之外，听说Ben叔在工作上也有新的突破吗？戏剧化的改变。直接给我定义了，除了艳遇之外。所以你等一下交代艳遇加上工作上的改变哈。好，来开始吧。好啊，那我觉得先介绍这个工作上大的改变吧，因为我觉得挺有意思的，其实跟大叔息息相关。我觉得每次大叔就是达到一个里程碑，订阅人数的里程碑，我就会有一个人生的工作吗？比如说1万的时候，我就是开始学这个就是对外汉语、对西汉语的专业，就是怎么教西班牙人母语者这个中文的硕士。然后大叔2万的时候，我就是决定放弃中文教学事业，然后去开始这个游戏行业，游戏，对，就彻底跨一个新的行业，从一个新的完全不一样。对新的领域重新开始，为了解决我的中年危机啊。那现在你的中年危机是，所以中年危机已经度过了还是怎么了？现在不是中年危机2个，一个是就是觉得做了14年的中文老师了，能不能改变在别的行业，我能不能做出成绩，能不能还是说自己一辈子就做一件事情做下去。另外就是觉得在这边快40了，应该买个房子，买房，但是到了3万就觉得3万，现在大叔3万粉丝订阅，我就觉得买房子无所谓了就是这个等一下我们要问一下为什么突然之间有这个转变呢？那你对Ben叔你先所以就是现在我就又要放弃这个游戏行业，然后重新回到教学领域，然后刚好就出现一个在大学教中文的机会，所以就然后这个大学刚好就是我读这个研究生的这个大学，就是它是我以前教的那个大学，是法国的一个商学院，那个学校就是比较一般，那我现在这个大学就是非常有名的一个大学，所以我就觉得这个机会挺难得的。难得，我知道这个学校的学生一定是那种特别认真、特别专注的上课，然后真的想要学到东西的一些学生，所以我还挺期待的。所以就这个机会一出现，虽然他赚的钱没有游戏行业高，但是考虑到就是一个比较放松的行业，然后跟学生的话相处的话，也是我喜欢的这种工作的环境，所以我就觉得让自己开心，不要每天像牛马一样压力那么大。就虽然就是因为这个工资降低，然后这个课时数也比较少，所以就是导致如果我要去银行贷款买房的话，银行可能不会贷给我那么多钱，但是我觉得我精神上我会更享受，所以就干脆就决定了，就是这样。而且这个比较像回到你的老本行，对不对？就是教育事业嘛。对。然后因为之前Ben叔说这个在游戏界里面啊，真的游戏业的压力很大，生不如死。然后这个工作时间不固定，然后呢，中国人的特性嘛，喜欢做到做死去了，累死了，还是这个工作压力实在太大了。我发现真的是我，因为我的同事他们是有俄罗斯人，然后有这个哈萨克斯坦人，就是他们性子会比较直，比如老板给他们分配什么任务的话，他们就
直接就拒绝，就说我现在手里这么多活了，你现在给我的话，我没办法做这么多啊。或者老板说你应该按照我这个方法做，然后他们就马上就说你这个方法肯定会让我的这个工作量会打乱我现在的这个工作的这个流程，然后我觉得我现在不能，虽然你的方法更好，但是确实老板说的我觉得有道理，他的方法确实更好，但是说你现在给我的话，我按照你的方法我会花更多的时间，那我的上班就是这些时间，我不要加班，就他们会明确的告诉老板他们不要加班，直接拒绝老板。那老板的下一步就是把这些工作再丢给笨叔，是笨叔是吗？对，虽然我也知道我也要加班，但是你不会拒绝，我不会拒绝，我会想到确实这个方法会让我的玩家更高兴，或者是确实是有道理的，我赞成的。你会考虑玩家跟老板但是你就不考虑自己。我会牺牲，我觉得牺牲一点，我可能多花半个小时、1个小时，但是确实是有好处的啊。对。所以我做这个我的工作我还我觉得挺有成就感的，因为像昨天我的老板告诉我说，我现在需要一个东西，就是我需要你们找到很多社区里边玩家就是表扬这个社区经理的一些截图，一些留言的截图，就我的其他的那个同事他们找不出来，我找出来各种各样的玩家感谢我的，然后或者是玩家就是说啊，我从来没有见到一个社区经理就是这么负责，然后我问一个问题，虽然可能不会给我这个标准的答案，但是我能看到这个社区经理特别的300%的努力，然后就让我的领导特别开心，然后我也觉得啊，在这个行业里我真的做出一点成绩出来，然后下一步就是你的领导因为这样给你更多的工作，对，那倒是，因为你可以解决问题，你也不会拒绝。你老板还不知道你要辞职吗？老板知道啊，就是我找到他的时候，我找到跟他谈话之前，我是非常的紧张的，因为我们团队里每个人的工作量已经是满的了，就是满的了，就包括我的老板，他其实不应该负责一个游戏，但是因为缺人，他也要负责一个游戏，那我就知道，如果我走了啊，这个工作量，这个团队没法消化的。对啊，所以我就是跟他聊之前，我就做了这个在那个 ChatGPT 上找各种各样的话术，我要怎么样可以成功的离开这个公司？如果老板就是很生气，在这个谈话中，或者他情绪大爆发，我应该怎么回复？怎么让他平复下来？我就是考虑到各种各样的场景。就准备我们的见面谈话，包括就是我们谈话当天，然后本来我早上就想跟他说的，最后我硬生生拖到了午饭之后，才跟他聊啊。不过还好，我的老板她是挺酷的一个法国女生，就我跟她，我就说老板，我就是真的很难开口，但是这是我做了一个我犹豫了很久之后做出的一个决定。我刚说完这句话，他就知道我什么意思了，他就说啊，不要告诉我啊。他说Ben 现在千万不要跟我说这个啊，然后但是他是开玩笑的那种语气，我懂啊，然后就是很酷的，他就接受了这个现实，然后他就马上就是说，他是很有理性的，就说啊，那你告诉我为什么你辞职？是你对我们有什么不满意吗？这个我们以后有其他员工的时候，我们会考虑一下，不会啊，或者是你现在因为你还剩1个月要走了，所以你对每一个同事的真实想法是什么？然后有没有人可以胜任你的工作？就是很理性的进入到理性对这些分析的地方对 ，OK。但是就是所以你已经成功的算是递出辞呈了，对不对？对，但是我还要上1个月的班是吗？上1个月的班，还要交接，对不对？这些交接，对，就是培训一下。Ben叔，你现在这个大学讲师的工作是已经确定了？9月1号开始，对，开始工作，开学一般是，对。
要教这个旅游专业的一些这个本科生啊，他们对可能会有跟中国旅游业相关的一些事情。对，那我觉得这是好啦，因为这个教学的东西本来就是对你来说比较得心应手，压力也没那么大，也不会有人丢工作给你。然后我觉得只要大学生是愿意学习的，那种学习气氛会很好。那你说买房是你这个中年会遇到的一个过程危机之一，那你现在就决定不买房了吗？因为买房的话，肯定他们更喜欢这种无限的全职的合同，而且是高收入的这种合同。对，因为大学的话一般不会给你这种全职的合同，会那个这种合同工属于。但是真的我觉得在游戏行业的话，每天神经就是绷紧的，就可能你去上班的时候你觉得会是平常的一天，但是那个游戏团队会突然说今天我们有大的更新啊，你要发布这个更新，或者是我们突然有大的一些 bug 啊，故障，游戏的故障，所以你要跟玩家沟通，所以但是我本身可能已经有今天的安排了，等于说他们又有新的工作进来，所以会觉得就是每时每刻你要关注新的变化，跟很多团队在聊天。开始的时候觉得是有意思挑战，但是时间长了之后就会觉得是一直压着你，感觉没有办法真的享受这个工作，感觉总在修补补一样，你感觉这个地方有问题要修补，那个地方修补一下，对，然后对，而且会一直拉低你的生活水准的感觉，会让你忧虑啦或烦恼啦什么的。就好像最近那个电影里边那个什么长安的荔枝嘛，就是这个大领导想要吃一个荔枝，想要吃一颗荔枝，他们就觉得很小的事情，但是我在后面我要把荔枝从南方运到北方，还要保持它的新鲜，然后觉得就是这么小的事情的背后，我要付出那么大的努力，对，就觉得还是算了，轻松一点吧，不当牛马了。真的，人生苦短，真的及时行乐，对不对？就是人很喜欢那种，就是跟自己生活不一样的，对。因为我以前在当牛马的生活很少，就之前就是那个柏树嘛，不苏，然后现在又主动回来当牛马，当了1年，觉得还是自由更好。对了，我觉得，我觉得在大学当讲师也是一个很好的转变了，说不定你也可以认识很多人，然后学到很多新东西，肯定跟线上的中文课是会不一样，对啊。所以就是我因为现在又回来。又有多的时间了，所以同学们回来找我哦，这是做这期大叔的主要目的。下面打出那个优惠券代码啊，变出1250，马上得到优惠。对啊，我的学生快回来找我上课啊！对啊，那你这个在大学一般一个星期上几节课？现在的话加起来是10几个小时，好像12个小时左右。一周吗？对，一周10几个小时，那蛮轻松的。其实就还好啊，但是就是他在郊区，我要每周跑啊。其实本来是有两个大学，我想把2个大学合在一起。另一个大学也特别好，但是另一个大学这个学校都是在郊区，都是离我家至少1个小时以上的车程。然后2个大学都是，要不就是早上下午2个小时，时间有冲突，所以最后只能选更有名的啊。对，所以不然的话，如果2个结合在一起就特别好。所以现在我就更多时间就回来教课，然后再做一些自媒体的，我想把我的那个自媒体再捡起来。对，多条腿走路呗，继续。对，然后这个我觉得有时候转换一下生活步调也是蛮好的哦。就人生就是要有些改变，一样的生活久了，真的会让人麻木，然后
就这个旅行中，有一天我就坐在一个，就是刚好赶，就是热浪冲击过来，突然领悟吗？就是那一天可能是天意吧，39度，就热得不得了。我在外面刚走了15分钟，我就开始找哪儿可以有阴凉的地方可以坐着。我就在那个地方一坐了3个小时，然后在思考这些事情，在思考到底要不要，因为我已经有了这个大学的聘书，就是我到底是去还是不去，要不要接受这个新机会啊？但是我在那个3个小时，我就看到，虽然我那一周不用工作，但是我打开了我的工作的那个飞书软件啊，然后就看到各个群。好多事情，我就很庆幸，现在我不在工作，我的实习生帮我做这些工作，然后我在一看之后，我在想我还是追寻内心吧，对，做自己想做的，所以更热爱的事情，对。所以遇到人生重大的抉择的时候，可以像Ben叔一样旅游一下吧，旅游一下，然后抽离一下，沉思，对，沉思一下，你可能找到新的方向了，对。好，那我觉得蛮好的啊，Ben叔有了新的变化了，可能等到大叔4万的时候啊，他又有新的想法，快点订阅啊！因为Ben叔就是一个没有办法在一个固定的模式下固定太久的人哦，所以4万大家等着看他有什么新的挑战。快一点啊，不要每一年1万，1年1万的，大家告诉你的朋友啊，快订阅，散播出去啊！大叔中文是最好的中文学习频道。这个，我们可能在某一集还要再聊一下Ben叔的旅游整个过程啊。今天艳遇是吗？今天没有时间没有聊哦，留着以后好，我们有一集要专门聊一下Ben叔去旅游的状况啊。那我们就近况啊灿叔有没有近况？最近也有吧，我觉得我也有近况。我可能也八卦一点的，八卦一点，没有那么八卦。是今天录播前的近况，还是更长时间的近况Ben叔你好，你把它整个局限的好精准。那就今天录播前近况其实很简单，1-2句话就说完。但我觉得这个不是重点，就是今天确实吵架了，只能说吵架了。我是因为今天本来我们要录2期，但是录之前灿叔突然发信息说有事儿，还没回不来呢。其实，但其实那个时候在吵架。我是觉得夫妻之间是怎么样的状况？难免就是说出来会好一些。可能我觉得最主要是因为我这一段时间吧，其实我把自己搞得挺累的。我就是那个工作狂的性，工作上吗？对，工作上的，其实我在做了不少东西，我把自己赶的。大叔之外吗？对，大叔之外，其实大叔说实话已经很已经就是那些了，对不对？对，大叔已经很顺了。大叔包括大叔小站，其实都流程化了，所以东西我和茶叔每周做一点什么东西，我都不需要去考虑了。但是呢，可能自己有些方面一会儿再说，所以这个导致就是在暑假的时候，可能陪家人的时间更少。然后呢，可能所以这方面呢，就是产生了一些矛盾。这个你们要是有处在关系里头的人都能理解这个事情。对，这个就不多说了，说多了，因为后面再说一说，其实也就是会觉得好像确实也没有因为你在自己处在这种相对一些比较任务驱动这个状态下，你的耐心会不足，你就不会那么就是说能耐心的看到对方的需求。很多时候会做很多预判，觉得你可能是想要怎么样，或者认为是不是你在怪我等等，可能因为你觉得你手头的工作是最重要的，在某一个状态里边，你就会容易忽视。先完成比较没有后顾之忧那种心情。是的。所以现在再回到我最近的转变嘛，其实我们上一次也是几个月前吧，我觉得聊了一下近况，我觉得确实也这几个月也值得分享。有一个状态是，当时我本来是想着去，因为我觉得大叔其实流程化之后，想再做一些别的事情，就是把中文教学这个事情可能要把它做得再大点。我当时是这样想的，比如说对，所以你开始做小班课吗？对，我开始做小班课啊等等，我想做一个更规模化的东西，还和我当时一个学生，他上我私教课的一个学生去聊一下，因为他之前是做那种培训的，对，他做培训，有自己的这个工作室啊等等，他做这个事情，所以我们俩一直在沟通做这个事情，所以一直在讨论这个事情。所以我那个从小班课，
我本来自己想把小班课那个形式确定下来，一开始确定也确定下来了，因为我做了一个这种新编的成语，把核心是一个成语，比如说你这个东施效颦这个成语，我把它进行一个现代化的改编，和原来完全不一样，然后作为5段式的这个东西，就是写5段内容。然后就是你把这个故事改得更现代一点，更现代，口语，甚至完全和原来的故事不一样，赋予它新的意义。然后在这里面提炼出来一些，比如说人生的这些状态、观点啊等等，还有一些现代的案例啊等等，把它放在5天的这个东西里，不就放在4、5个任务里头。但是小班课是这样做过的，做到一定程度，我觉得还可以，学生的反响还可以。我本来想这个东西能不能推动一下。就是能不能以后有更多人来上这个课，比如说我能不能再发动一些别的老师。来第2个广告来了啊，这个不是，我当时和茶树还说过这个事情，就说要不要一起做这个事情。但后来其实我当时经历了一个危机，我感觉应该是一个精神危机，就是我和同学和我学生说这个事情的时候，因为我学生自己也做那个 life coaching， 他自己做，我们2个其实非常，他是一个浙江人，其实是一个浙江人，他和我背景很多相似的地方。他是在8、9岁的时候跟着爸妈去了美国，在那边生活，所以他和我说，他其实中文很好，然后口音还得浙江口音，但是可能因为不是那么习惯，所以上我的课嘛。然后我们聊，就发现有很多共同点，小时候被父母忽略啊等等，还有一些对一些艺术啊等等各方面其实都很契合，都很说得来。然后他最早发现我的，就是因为我之前在做边走边聊的时候，聊了很多自己心路历程的事情。你是说他是中国人，但是他想学普通话是吗？对，他是中国人，他只是因为8、9岁就到美国去了，其实说的不是很流利了。明白。所以他和我说一说，然后我是觉得可以和他合作，因为他有一方面的能力。但后来随着我们聊的更多，有一天我突然发现，好像就是因为他给我做过一个 coaching。就是本来是以这个课程的形式看一下人生导师是吗？对，有什么这种可能性？我们除了这种小班课类型的，还有没有别的这种类似于心理方面结合在一起的课程？他就是通过这个方式给我做了一下，然后做完之后，我突然之间好像看到一些东西，就是你反思自己的人生，总结人生。对，我后来在想，就过一段时间我没和他联系，他也有事儿，我们可能休息了两三个星期之后，我就在想。把这个课程等等这样做出来，这真的是我特别想要做的事情吗？把它做了很多推广等等，是我想做的事情吗？我真的那么喜欢做这个事情吗？我可能觉得自己当下在做这些事情的时候，自己可能考虑的比较清楚，我是有一些策略化的这些能力的，比如哪一步该怎么走，怎么走，我是能想到这些东西的。但真正落到实处，让我去把这个东西做成一个规模化的，做的比较大，然后还需要联系各种老师，这真的是我想做的事情吗？我后来就想，你为了做而做，但是你没有想这个做这个事后面的动机和意义。对，我后来就想，其实我好像不是真的特别想做这个事情。后来我就想，我真正想做的是什么事情？我回归我本心的话，我是喜欢做什么事情？陪孩子，陪太太，工作方面OK。后来我就想，我其实应该做一种，我和那个时候突然想了一种形式，就是我在这个过程中，我是觉得其实我喜欢和人有一定的连接感，就是我们和学生，因为做老师都有这种感觉嘛，你和学生有连接感，他的生活经历和你分享啊等等，你还是挺喜欢做这个事情的。但是你让我就是在上课面对很多学生这种小班课这个形式，其实不是我最喜欢的一个形式。我不是，甚至说1对1这种课程的形式都不是我很喜欢的一个形式。但是我就想，我最喜欢做什么？我喜欢做什么？我能做什么？后来我就想设计出一个类似于这种口语营的这个形式。我当时脑子是想的，就是我在说小班课的时候，我发现一个非常大的问题，就是跟我上课的学生他可能水平不一，但是当下的话，我们会就着当时是一个课件 PPT， 根据这个成语为中心设计了很多问题，让大家去聊，就像我们的小鲜肉一样，但是我会更系统性一些。对。但是聊的时候，我发现我让每个学生都发挥了，都有机会发挥，但是说实话，我知道他们的说话方式是有问题的。但是我不可能在现场给你们每个人都纠正，
没有任何可能性。所以我就想，我能不能把这个成语这种系统化的这种课程和我进行一种反馈的东西结合在一起，做一个口语营，就是我给你们提供课程，然后有讲解，然后把他们全部拉到微信群里头，然后就是一个星期其实给你们有任务，每天的任务，任务呢其实你们做完之后发视频或音频给我做那种 reaction video 那种形式给你们直接反馈，一句句告诉你们你们哪里出错了，我给你们纠正一下。然后这个形式我就觉得还挺好的，就是其实学生的反馈还挺好，就是这个形式可以适用于很多不同水平的人，就是你不管哪个水平，因为你不存在就是说我在一个小班课里一个竞争关系，对，因为你直接反馈就是给我的，我直接给你进行反馈，我根据你的水平进行反馈。甚至当时里面还有一个学生，他水平特别高，我都想让他上大叔中文，他说有点害羞。他水平我觉得真的是就是纯粹说中文的话，他的发音可能和何威差不多了都。而且当时他的水平很高，他学了15年中文，但是他在做问题的时候，我发现他可能有点啰嗦，所以我和对他的这个要求会不一样，我就说我就不改你的发音还有一些句子什么的，因为没什么好改的，我就告诉你这个说这话的时候结构怎么样，怎么更精简一些，逻辑上怎么更调整一些，这些东西我是觉得这个方式我其实还挺喜欢。所以这个其实最近花了我挺多时间，每天会做反馈等等，但这个其实只是我一个方面。我因为这是我的一个点，我会觉得通过这个我能和学生一定的连接感。但是我最核心的一个感受就是我想做什么呢？最核心的感受就是我会觉得我更喜欢做创作性的东西，就创作的东西是我感觉自己有源源不断的这种灵感去做很多事情。你们可能最近要有时间的话，可能发现我这个频道在做更新比较多，因为我在调整一个方向。每天都更新吧？没有每天，隔天更新一下，隔天更新一下，就是把它变成 mini cast， 就小播客 mini cast。这个灵感就是当时我陪我儿子在吃早饭的时候，想给他听一点英语的东西，就是可能就是几分钟左右。我觉得这种形式很好，又压力不大。找一个话题，一开始我是感觉放在中国人怎么想，中国人怎么看这种方面的。后来我觉得其实我更喜欢做什么，就是我在这个过程中，就是不管做大叔中文还是做自己的事情，我都是在探索自己，都是在个人成长方面。所以我想更聚焦在自己，因为我是觉得自己的东西，因为作为一个人的东西，它其实是有普适性的，你面对的很多问题，别人可能都会遇到。所以我想从自己出发面对，然后让自己去面对现在人生中出现的很多问题，我再去剖析，然后能不能进行成长调节，所以做成这么一个状态的这个小播客，这是我另外一个目标。其实第三个目标是我一直以来我会觉得自己一直很喜欢创作，我写东西其实写得很好，我会这样讲啊。我后来就试着写了一段，因为我很长时间最近一直在剖析自己的，就是回忆自己的童年对自己的影响，然后我发现那段时光的很多东西其实在我身上有非常强的烙印，就是他们带给我的很多东西其实反倒现在变成了一个养分。你就查出你就会可能没有特别注意，就是我们在写大叔小站的这些故事的时候，很多时候我会以一个童年视角去写。对，我知道会。这所有东西它其实都是我那个时候有些经验带给我的这些东西，所以现在我就这样想写，就是以我当时的一个状态为背景的这么一个故事，带有奇幻色彩的这么一个故事，这个其实是我想做的一个事情。所以最近我几条线一直在做这些事情，而且我也觉得就是包括成语这个事情我也挺有兴趣去做。我觉得这个成语不仅仅只是原来的那个成语，而是我把它赋予了全新意义的这个成语。所以这个东西我可能也会多写一点，可能到时候去在亚马逊上出个书啊什么的，可能也是有意义的。所以最近把这几条线全部缠在一块儿，对我而言其实工作量挺大，很忙。对，所以说实话最近和老婆吵架又比较多就是因为这样。而且我儿子呢，因为之前发现他眼睛近视，就是也戴了一个防控眼镜，但是近视还是加重比较快，当时也是觉得也挺担心，所以每天还要去早上陪他去骑火车，
然后对，而且发现他的体质不是很好，下午又带他去打篮球，就专门找了一个老师，1对1老师打篮球，所以一天其实很多时间都是满满的，所以最近压力其实也挺大的，就是一整个暑假，所以整个人绷的还是比较紧。但我觉得这个东西呢，我觉得有一点，其实笨叔那个给我的一个感想也是，其实我们人是这样的，你这个事情要是你能有一定的成就感，或者你擅长的事情，再累也还好，因为你觉得其实还好。要是这个事情你有成就感，没有任何成就感，只是不断的被推着前进，其实感觉自己就是牛马。但是对，听起来对灿叔感觉很内耗，就是我在我这公司也是，就是内耗很久，就是我最后觉得，虽然我做出了成就感，但是我始终是这个公司的一个数字。对，就是如果我走了，新的牛马就上来了。是的，就是虽然给我成就感，但不如我当老师的成就感来得多。当老师的那个成就感是真的成就感，不一样，完全不一样。是的，对，所以这个所以我反内耗，但灿叔听着还是这段时间一直在内耗的状态。我倒也不像一个内耗，这个是在逼自己做一些事情，然后找到一些方向。灿叔跟笨叔不一样，因为灿叔一直在找一条，因为笨叔就是比如说在游戏行业，那现在在大学当讲师，但知道做什么，知道该做什么。对，因为大学给你事情，对不对啊？游戏公司给你事情，但是灿叔的生活方式是自己要给自己在探索，在摸索目标、事情探索。这条路不行，我换一条路。这条路可能一开始可以，后面又有一些适应性的问题，所以灿叔不断的必须要去试最适合自己的路。对，所以这个过程中，最近灿叔就试了比较多条。对，那就同时间会给自己很大的，我不能说压力，因为这些事情是他愿意试，他喜欢的工作，然后对他的创造力有激发的，但是可能同时间下来就占满了他所有的时间。对，而且刚好孩子放暑假了，真的没有那么多时间。对，所以这也是一个蛮大的一个挑战。因为我最近看灿叔的产量惊人。对，就是他自己的频道，我看要做这样的东西，你要花不少时间吧。然后像刚刚灿叔说的大叔小站、大叔中文的东西都流程化了，流程化了，但是你还是要花时间的，还是要花时间做。你像我也是做大叔中文跟小站的东西，我基本上还好，因为我的时间没有我不会给自己压得那么紧。那如果灿叔在这么紧凑的自我规划中，再加上一些大叔的东西，然后又跟家庭之间要有时间跟家人相处，那个紧绷，然后时间的利用，整个冲突，你就没有让自己有喘息的机会。对，是真的会蛮辛苦的。然后可能家人在9月我帮你减2期吧，9月我就没有现在的工作。就是这个东西。我觉得在短时间内或还不到成熟期的当下，家人甚至可能无法去了解。对，这个当中我是需要尝试的，我是需要时间了解有没有绩效的，我需要什么，这个在短时间内可能家人也没办法了解。家人他有自己的需求啊，你做的这件事情你的需求，他们有他们的需求，对不对？他们可能觉得我最直接的需求，你要关照我呀。所以这个就是这个人生就真的是需要不断的调节，很不容易。对，很不容易。所以我今天吵了架，觉得明天好好放松，别工作，把自己逼得那么紧干什么？对，周末还是要休息的。刚刚那一期的视频我来剪。对，然后有什么工作丢给变叔，反正我们大叔中文就是三叔互相支援嘛，对不对？好，那茶叔嘞？听到你们的生活，我真的觉得我是天堂的生活。没有，因为我基本上啦，我们之前在聊到分享各自的生活的时候，其实我7月份我又给自己一个新的有趣的一个规划。就是我7月1号我就打了一封 email，传给我所有我教过的学生。然后我里面写说，茶叔现在呢有一个 project，就是我给你们教中文不收费，
但是如果你们有一些我有兴趣的东西，不管是知识、技能、话题，我们来交换啊。对，我7月的时候就不晓得是无聊还是突发奇想，那么有意思，还是异想天开，我就这样做了。我发了大概300多个学生然后我还告诉他们说，你可以再把我这个 email 传给其他你想学中文的朋友。然后很快的我就收到回复了。然后但是我不懂什么形式，是说你们视频上课，然后他们给你讲？其实我里面会有要求，就是你至少要 HSK 4级，口语是能够基本沟通的。对。然后我们在用中文聊天或者是学习的过程中，你就是把那个技能用中文介绍给我，然后你在说的当下，我再帮你去改你说的内容或什么样。那如果你说的很好，那我们就是当做闲聊。那对你的中文也会有帮助。那就1小时。1小时。然后如果我真的很喜欢你告诉我的主题、议题、技能、内容，那我们在后面继续这样子交换。我教中文，然后你教我你会的那个技能、话题、议题。然后我的第一个学生就是最近我在练瑜伽嘛，很简单的瑜伽啦。然后我那个学生是一个印度人，印度是瑜伽的发源地嘛。对。其实有很多学生写信给我要教我瑜伽，然后跟我一起练习中文。对，你因为你也表达过你对瑜伽感兴趣啊。对，在节目里。对。而且我是说我是老人家，我一定是学基本的，不是这样一撑我就骨折的那一种。对。那这个学生是印度人，那他就教我瑜伽，他真的很懂老人家的筋骨耐力到什么程度，所以我跟他学了1堂课，我很有兴趣。后来我又再跟他一起，就是他用中文，因为他要准备，他用中文教我。然后我听他中文哪里需要改，我就告诉他，你这样讲比较好哦，怎么样怎么样。然后我就边跟他学瑜伽，然后我就这个月就跟他学了2堂瑜伽课，我觉得很好。一边上课一边跟他做，就我就一边跟他练了，他就说怎么样啊，怎么弄啊，然后我就跟他顺手啊，对啊，其实就把它改了，对，就是在玩，而且就是其实我们一边聊中文一边在玩，好像在练习瑜伽，又在练习中文，是。然后就我学了一些瑜伽的技巧，我觉得很受用，因为很适合我这种年纪的瑜伽，我很开心。然后他也觉得一边这样子，因为他要准备，他也学到东西，然后有什么用错的我也会纠正他。然后就是第1堂课就是瑜伽，然后第2堂课非常有趣，就是我今天要讲的重点，就是有一个学生要教我加密货币就是那个比特币啦。是教你买吗？还是教你其他的？第1堂课我告诉他，请你要先准备好这些东西中文怎么表达，然后你用中文告诉我它的原理，它是怎么样操作，基本的投资方法、风险、现在的潮流。哇，他准备的很好，他准备一个20几张的 PPT， 中文的吗？然后中文的，然后还有附拼音。我就说我不用拼音啊，他说他就是要准备到，我觉得老师，我一定值得跟你交换这个知识，这样。我说真的很好，然后真的他1堂课就让我了解了加密货币运作的基本原理。我就赶快跟他说，我们赶快安排第二堂课的时间，我很有兴趣。然后真的我们就安排了第2堂课的时间，然后我告诉他这1堂课完了，我就要开始投资加密货币对，因为他讲的非常的加密货币是未来的前景。然后像以前信用卡根本就不流行，现在信用卡人手1张，加密货币也会是这样的潮流他就这样讲。然后所以我其实到现在我已经跟他上了5堂课了。然后我已经学到了一些蛮重要的基础的加密货币的知识，所以我现在也注册了一些平台。然后我已经开始投资加密货币了。然后我也觉得这是一个很有趣的投资标的。所以我最近其实我这个月当然我有零星的几堂课，学生教我一些知识或话题，像最近有2-3个学生就是
跟我聊红姐，就是用红姐聊一些红姐的话题还有聊那个 Coldplay 的那个话题。有些同学是用议题的跟我交换练习中文，但是这种都只有一堂课而已，因为就没有后续了嘛。这种议题性的东西是没有后续的。对，那所以我觉得7月我得到最大的收获就是我了解了加密货币的投资，然后以及它未来的一个趋势。因为我现在发现以我现在的收入来讲就是被动收入，包括大树中文的收入，包括我私教课的收入，包括我定存的收入，其实这些收入我希望再多样化一点，我希望有一些投资的变化或标的在里面。那我觉得加密货币很适合我，因为我觉得这是一个 AI 革命之后的另外一波数位货币的潮流。简单讲，现在全世界只有 5% 的人拥有或投资加密货币，等到它像信用卡或者是网络这么流行的时候，那你看这个加密货币的需求或成长会多少？所以我绝对相信是很有意思的。我看那个比特币就是之前一直在涨，现在都涨到10万美元吧？没有快要12万了，快要12万美元。就是每次你觉得它已经涨到头了，然后它又突破到了新的高度。其实因为这个学生告诉我这些加密货币的趋势跟投资方式，我自己也做了一些功课。那有一些很有名的这个虚拟货币的公司，其实像最近一个很有对加密货币很有推动力的新闻，就是特朗普他已经把加密货币当作美国的储备货币之一。所以这个也然后呢，以太币跟比特币已经成为很多国家就是 ETF 的投资标的之一。所以他会挑一些很棒的虚拟货币出来，做成一个投资组合，让投资人去买。所以慢慢这个东西为什么会是潮流？因为大家会去看美国已经把虚拟货币当作美国的储备货币之一了，那后续一定很多国家会去效仿。所以有很多人说美国在加密货币的这块战场它已经赢了。对，因为加密货币现在主流的我们说稳定币啦，就是美元，以美元为定锚的绑定的。那这个是其他国家远远比不上的。所以美国在这个地方已经是领先了，而且很有见地的先去做了。所以这个东西是很值得我们去了解的，因为这是个未来的趋势。所以当这个学生跟我交换这个知识的时候，我真的觉得我赚到了，因为我不只是学习一个投资，而且我个人对金钱是很可以控制的人，所以我不会担心我所有的身家财产都加进去，我是不会做这种事情。我会做适度，比如说可能我1/10的投资放在那里面，然后我看一下它的趋势变化。但是我会觉得说，这整个7月来讲，对于加密货币的了解，真的让我觉得这个世界没有那么小，这个世界还有很多很多我们未知的东西等待我们去挖掘。我觉得如果你学生同意的话，这些视频放在你频道也是会大家很感兴趣的。他们都不同意。大家都觉得自己中文讲得很烂，我不想让其他人知道我的中文说得多烂。对，但是我7月的这个算是一个变化吧，或者是一个很有意思，像刚刚灿叔说的，我们喜欢跟学生做连结嘛，对啊，做交流嘛。那我觉得这个方式很有趣，完全没有压力，又在一个知识对等交换的过程中，我真的觉得我也学到蛮多东西的。然后也让我一个宅男看到了世界更多不同的面向。所以我会希望更多学生跟我交换这个。那其实我也不费力，因为如果你中文讲得好，我们就真的当做聊天而已。那你中文对。这期节目之后，很多观众会去找你的，可能文斌教你那个 C++ 这个编程的一些。可是我要告诉你们，就是这个东西也是要有我感兴趣的。有的学生说，老师我教你交际舞，我真的对跳舞没有兴趣耶。有的学生说，老师我教你口琴，我也对口琴没有什么太大的兴趣，所以就是这个东西要买乐器。对，这个东西是
我当然要筛选过，就是一定要我感兴趣的东西，因为我也不可能每个学生都 OK， 那我每天都在对，所以这个东西就是我会做一个我个人爱好或兴趣的筛选。但是目前为止，我觉得7月下来，我觉得加密货币是我得到最大的收获。我真的觉得哇，好特别的东西，我愿意去尝试，然后通过这个未来的趋势，就像 AI 一样，AI 现在你像我们三叔用 AI 已经用得很得心应手了，而且是日常必备的东西。我有很多朋友，AI 都没有碰过。那我就会觉得很可惜，然后这世界上有很多值得我们学习的知识在我们面前，而是我们能力可所及的，我们是可以了解的，只是可能你在自己的世界里，你可能没有想到你会愿意了解。其实在这个学生告诉我加密货币的知识前，我也觉得加密货币就是一连串的诈骗。听到很多新闻都是这种比较多。不可能，这个东西因为假的在一些国家现在还是那个对不被允许的，对对，但是确实有前景，我觉得，但是大家还是要谨慎啊，要投资，要调查，要适合自己，对大家要像茶叔一样要研究过后再投资因为可能有很多必须的知识是你自己要去了解。还要评估自己的财务能力再去做只是说茶叔在这方面觉得7月加密货币的知识带给我很大的兴趣跟乐趣所以我觉得我的近况8月或许也有一些让我觉得很有意思的东西，但是目前我会好好的钻研一下加密货币这档事。对呀，真挺好。对，所以赚钱了给我们打广告。赚钱其实我没有说没有想到赚钱，但是我会觉得我学到另外一个投资的法门跟方式，还有工具，那我就觉得很开心。不是只听到知道，对，起码知道怎么操作，对。而且我对加密货币的前景是真的看好的所以如果也有同学对加密货币了解欢迎来当我们的嘉宾，或者来跟我聊一聊。对对，有同学感兴趣，我有学生第一节课零基础就说老师那个我希望你从零开始教我这个加密货币的词。所以这个我觉得人生真的很有趣了你像Ben叔他就是通过不断的挑战自己，换工作、旅游，然后忽然在一个很热的天气里面顿悟了，就辞去工作，就直接换工作了。然后灿叔不断的在尝试自己真正感兴趣的路。那当然这个过程茶叔在常规的生活中找到更多的乐趣，我觉得。对，茶叔就是很不争气的，什么都没有啊，找到那个加密货币吗？很享受，对，就是茶叔现在年纪大了，就是觉得要享受生活，但是不是躺在那边没事做的享受生活，而是自己的有生之年去接触一些自己没有接触过的东西。我觉得我们3位都在追寻前面一片雾，我们等这个雾散开之后，看到前面更美好的路是的，好，那我们今天就聊到这啦，希望大家喜欢我们3位不同的真的很不一样你是哪种人生？告诉我们。对，你是Ben叔的人生，还是灿叔的人生，还是茶叔的人生？欢迎你们留言告诉我们。好，那我们就下次见喽，拜拜，拜拜，再见，拜拜。